今天我们来解析一下调情的技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中中噜噜哒。所有情侣在追求或者暧昧期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到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，日常还是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爱意。但是这种爱意呢，如果我们用直白的陈述句来表达 ，boring。先看一段当年我追小钟的时候我们的一段对话。这个女生跟我像吗？我说不像啊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已经不会觉得任何人跟你像了，我们俩很熟。我还能预判，因为我简直在脑子里模拟你的整个人生轨迹。我感觉会有2个时空，现实时空和脑内的时空。他问哪个时空更美好一些呢？我说只要你笑了，就都是美好的。摘喽！这段情话大家觉得满分10分，你给多少分？你呢？9分。跟之前接吻技术一样，你爸妈不可能会教你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到现在2集视频都不敢给我爸妈看。但你爸妈说变3连了。那我们上网搜到什么样的调情视频呢？和女生调情要学会不正经。你可以在晚上8点以后给你喜欢的女生发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有5种辣：微辣、中辣、麻辣、变态辣。那女生这时肯定会问你，那还有一种辣呢？当然是我想你了。抓住晚上这个调情的好时机。这是一个模板，我起码找到了5条一样的。不好意思。就是刚才那些对话呢，是咱们18年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发现了有一条19年的视频，完美的总结了，这是一个完美的调情公式。马上上课见，记得先点个订阅。Flirting is interest plus challenge。这个挑战呢，其实在我当时的认知里边是一种轻微的冒犯。我对你很有兴趣，并且我有一点点合理的冒犯。那我们来结合之前的案例，大家知道女生要夸我，又夸她，她说哈哈哈，每天例行夸我呗。我说夸呗，付出真心总会被眼瞎的人看到。小钟一头问号，然后接着往下说了，何况您还不瞎。我说女生就是得夸，哎，再顺回来。你可真牛！我要夸她，我对她很有兴趣，但是呢，会被眼瞎的人看到，冒犯，挑战她的底线，牛不牛？牛不牛得过？这个男生女生都要注意一下，就不要拿对方的这个外貌开玩笑，包括对方喜欢的东西，对方他喜欢的演员、爱豆、家人、朋友都不要去，这个范围就只限于你们2个人就好了。不仅我很会这样冒犯，小钟也是，我表达出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。我说吻哟，射手座居然喜欢吻的呀，刮目相看。我说你美瞳就是这么摘的呗。在相互之间接抛，如果说成陈述句，跟你在一起我好安心哦。谢谢你，泰罗。好像我们想说什么吧，又没说出来，又没有试探到对方是不是真的对你有兴趣。对，干巴巴的。其实这个东西是有办法调的啊。暗生情愫的人之间，日常最常说的3个内容：喜欢你、夸你、问你问题。喜欢你，好喜欢你哦。夸你，今天好帅哦，你漂亮。你今天穿的衣服。搜，问问题。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呀？中午吃了什么呀？还有在干嘛？特别干，对方就像查户口，我身份证报给你好不好？这3个情况只要记着一个核心点，变着法儿来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中路的高手教学。比如这一条，我夸他跟他在一起非常的开心，他说哇哦，荣幸呢，因为你也一直在付出时间和精力啊，你是应得的。把你这种荣幸就具象化了，变成一种我对他的加冕，但前提是因为我们彼此都在为对方着想，有啥事儿会第一时间想跟我分享，一起不正经，一起大傻逼。我跟很多人一样也会发这些吃的东西。他说为什么你总有好吃的，我总是在吃完的时候才想起来没拍照。我就说嘿嘿，如果你有一个想分享生活的人，就不会忘记了。同时也带了一点冒犯，你没拍是不是因为你生活中没有想分享生活的人呀？然后我们刚刚说了，不能调侃他爱的人，甚至你要爱他的朋友，爱他的家人。那他有一天突然问我，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说，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人，雅俗共赏。这个问题很严肃，我也要认真回答。我觉得主要来源于家教好，你的底子好。哎，这句话有印象哎。这个是我只是听过他聊他父母的一些事儿的时候就点到了。而且这是一个伏笔，哪怕结了婚翻出来，哇，爸爸妈妈们听到这个话有多开心呢？你埋的线真是2年半之前埋了一条线。对，这个是广义的调情啊，并不是那种一定要说骚话啊。我之前遇到一个，就刚认识2、3天吧，发那个表情包，共享床位，老娘玩这个。那接下来就有第2个问题了，我们这种调侃到什么点是比较适度的？再回到刚才那个万能公式的视频，好的调情是让对方有一点坐立不安的。什么叫适度的调情？就是一个词叫 bliss point。
鸡乐点。这个词在视频里说它是一种食品工业上的词，其实旺旺仙贝里边2片饼干的粉料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到了。也就是说，这2片饼干，一片是咸的，一片是稍微淡一点的。对，这样的交替不会让你很容易感觉到味觉疲劳，一片咸一片淡，一片咸一片淡，这种过程会让你不停的像上瘾一样吃下去。怪不得我一次就吃半包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综合案例啊。他不是问我对他的评价吗？我夸完他的家人，我说这个是内在的，那如果是外表的话呢，就比较难评价了。基本上可以说是很好看。首先我是用了第一招，带一点冒犯感。基本上很好看，他就难受了，坐立不安了。为什么是基本上很好看？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大家注意啊，这些对话都是3年前的对话。你觉得你能追得上3年前的我吗？我说哈哈哈，就是好看嘛。刚刚的说法呢是要客观的说，但是我本人对你狂加滤镜。来看第3评，他就很开心啊，能让您狂加滤镜，开心。我说那可不是，我对你是盲目宠，可盲目了。小钟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逼不。那你这可持续性呢？反问，如果是现在这个状态，就可以持续很久。你满意现在这个状态吗？喜欢。满分10分，大家给一个分数。那你说你现在已经成长了，对吧？3年了，你对我的外貌有一个评价是什么？就头些，请不要在课堂上影响老师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问问题，在干嘛？吃了吗？太普通了，比北京的冬天还要干。然后我就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面搜所有的问题，比如说这个意思是看看我换了一个新头像。小钟就说我换头像成功了吗？你觉得楼下剪的怎么样？你可以接受在家附近理发吗？想看看你的小猫，有猫片给我吸一口吗？打视频还能与你激情视频吗？我真不知道你恋爱的时候肯不肯为他花钱。换一种问问题的方式，就会打开世界新的角度。就是后面越来越放开以后，他还说这么一句话，做了一个表情包。他说：“呵，你都敢做这种表情包了？”我说：“那我可不是唯一敢这么冒犯你的人吗？”问各种有趣的问题，变着法儿的问。我有一点怀念当时了，要不你搬出去吧？真厉害，我们当时太会聊了。对，你看我们现在什么傻逼下楼吃饭。当然同居之后啊，这个是另外一套体系了。然后接着我们来说到眼神啊，小钟的眼神当时可厉害了。他一个会聊天的人，你可以从他的眼神就能感受到。那么我们今天是直接举一个所谓的调情的眼神，网上有个视频啊。And then you're gonna look them up and down. You're gonna smile and then get a little bit sassy and then just look away. 哇，这个好。学到了吗？现在交个学生作业。记不记得那个万能公式？首先，微笑和直视对方都已经是表达尊敬和兴趣的，但是怎么样表达出一点点冒犯？这种上下的打量看穿内心的感觉，就是这种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你的目的就达到了，这就是眼神的作用。我这里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你跟别人直视的时候，你一直盯着他的一个眼睛都是不对的，你的眼神就会很呆，只是一个点。如何变得更加的灵动呢？就是你这个点、这个点和这个点，你换着看，他就会觉得你是在思考，对你说的话是有反馈的，可以试一下。我这里还有一个打量的小技巧哈，不要飞快的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慢慢这样，再慢慢这样，或者是你不经意的干一个别的什么事情，然后再不经意的看到，把眼神回过来，这样就会让对方舒服很多。记不记得上次说接吻，如果你一切技术都没有那么炉火纯青的时候，你就慢着来，只要氛围对了，你们自然就会有感觉。装着不经意看向别处，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你在留着机会让别人观察你，你给他看你的机会，就是这种叫以退为进。我如果这么一直看着你，我会想扇你。自己人啊，自己人着呢。打量就是我们一定要动态的来传达出我对你有兴趣。打断我。然后比如说来喝水，你发现镜头外有人在看你，打量他一下，然后再喝水，看向别处，感觉是不是好多了？他传达出了他知道你在看他，并且他也注意到你的兴趣，然后他把眼神转到别处，你想看我就让你多看2眼，然后再回来感受一下这个男生的状态。不要四目相对，而是把眼光放到他的那个方向上去，用余光瞟到他就 OK 了。老师，这一期还有下一期吗？点赞够8000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再延展一下更具象的一些场景，我们可以分阶段讲的更实战一些。说这么多都是用我们的经历和我整理出来的方法，让大家感觉到传达爱意这件事情，它其实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到你们2个的关系里边。
这些东西在以往父母是不会，没有人会教你。然后你再看那些影视剧，人家是为了节目效果，你要视听语言啊，追啊跑啊，车祸之后还接吻呢，中了弹了也接吻啊，这些都太夸张了，太 dramatic。把你所有的情绪融化在你生活里的一点一滴里，换着不同的感觉去琢磨彼此的心意，这样你一定能收获到只属于你们两个的很甜很甜的爱情。就今天聊的这些呢，都是我们的一些小经验啊，还有网络上分享的一些比较理论性的东西。最重要的还是你的真诚，咱们的真诚是最能打动人的。以心换心，学会了记得交学费。就我还有觉得，既然我们学会了这种增加爱意的技巧，那怎么识别对方是那个你真正应该托付心意的人？怎么去识别那个对象，也很关键。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啦，我们是想让你好好找对象的中年操 C 的心，就非常希望啊，你能感受到恋爱之美。那给了3连呢，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期啦。Ciao. Kim in the face like Rihanna.